Hello，欢迎来到我在剑桥上学修电脑、参加晚宴的 vlog。今天的副主题是记录一下我在英国的一日花销。早上起床一睁眼就是350的公寓住宿费，因为我住的是 Band A， 算是学院里相对好一些的一个公寓了。之前大家催的剑桥宿舍入口正在制作中，而且我还收到学院的邀请信，有机会把我制作的视频放在官网做宣传。共享厨房也很大，一共有8个人共享，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大家不会同时出现，因为大家的饭点都很不一样。我们厨房养的葱，尤其是有几个外国同学经常凌晨做早餐，很诡异。那我今天的早餐呢，就是冷冻浆果加水果，还有鱼肉汉堡加高蛋白的咖啡。太久没有吃到这口了，猛的一下还有点酸的，我不太适应。在国内吃一顿60的早餐，我觉得还挺高级的，但是在英国吃6磅的老师会说，吃成这样的话很有性价比了。上学去了，每次去系里上课的时候都要经过这条很漂亮的小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条路的路况一般，手机拍出来的画面太陡了，还得是大疆。英国这边的红绿灯都要人手动按一下才能够等待绿灯，然后骑自行车转弯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规矩，就是他们这个那个规则，就是自行车转弯要手举起来向右边向左边去，不要说向左向右转弯。今天天气不错，一路都很漂亮，停车位也很多。但是上楼了之后发现搞错了，今天不是专业课，是在另一个楼上通识课，还好也不算特别远。这个楼我很少来，也很漂亮。进去之前检查一下自己的 OOTD， 因为来晚了，所以我的位置只能够坐老师正对面这个位置了。剑桥学费其实算挺贵的了，但是上课时间很少。虽然每天学习的知识可能没有这么高的价值，但是加上大量的学术资源和顶尖行业老师的不限次数的线上学术指导，其实也不算亏。今天上课内容是讲学术写作，尤其是针对一些 essay2 的研究方法部分。但是抱歉，老师，这篇论文我早就写完喽 ，deadline 选手难得有一次超前完成任务。这个楼相对来说离我要去的超市更近一点，所以今天就把逛超市的计划提前了。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很多超市集合的一个中心，最常去的是那个。来英国之后，我真的很喜欢逛超市，而且这一家超市东西很便宜很全，所以拍出来的画面也会很好看。这种丰容感真的是冬令时留学生超级需要的一种幸福感，感觉逛超市就会让人有这种日常的归属感。我一般3-4天逛超市，今天买的东西也不算特别多。在英国相比吃外卖由食堂买食材做饭的话，已经算是很有性价比的选择了。主要是食堂和外卖也算不上好吃。大收获。英国天气就是会突然下雨的那种莫名其妙，路上花了很多时间，还被淋湿了一件外套，又累又困，不想做饭。但是好在食堂开门到2点多，刷卡是6.65磅，本来觉得还挺划算的，而且还有免费的咖啡不限量供应。但吃着吃着发现不对劲了，我以为这是卤肉饭，但结果是类似于8宝饭的这个米饭也在葡萄干儿，谁想出来的？还有绿枣在里面。这是一份经典的豆豆子和蘑菇，但是吃习惯了之后发现还是可以吃得下去的，可能是真的饿极了，这些菜我竟然都光盘行动了。上次电脑进去之后去苹果店做了简单梳理，但是今天彻底荒废了，所以今天不得不送去维修了。剑桥苹果店排号很难排，每次都很多人。英国的一颗人啊！他们给我出的维修单是1400多镑，比我半个电脑都贵了。但还好我买的是 Care 加，在海外竟然是全部免费，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因为在国内还需要付一部分的维修费用，因为是 Final Week， 所以我还要临时买一下电脑应急。买了最便宜的 Air， 还叠加了学生优惠，但还是比国内贵了不少。出国之前，我觉得那些在国外电脑化的人真的太倒霉了，没有想到这都就轮到我。而且电脑的备份日期没有更新，所以我的论文和近几期的视频素材都丢失了很多。没关系，否极泰来。然后就去健身房一练解千愁了。健身房的费用算是一天的开销里面最便宜的了。学生的话，优惠价1个月才31磅，是为数不多和国内价格能够持平的地方。而且健身氛围还比国内好很多，有免费的饮料，虽然是每20分钟借一次，但是口味可以自选。英国健身房平均的健身水平都很高，我在英国练了2个健身房，我感觉他们练的都非常好，肌肉形态都很好看。来，我出来了，你看这边天特别黑，对不对？其实才刚5点。风也升起了，水面升高，谁在唱歌谣？一曲声。而且我现在健身的地方有点偏，所以我突然跳起来了，感觉是给自己壮胆来的。稍微往市中心骑了骑，发现人群多了起来，警笛声也响起来了。罪恶都市，天都那么多警笛声。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来剑桥的晚上，出门买水，
就听了一路的警笛声。我同学跟我说没关系的，我来这1周了，每天都这样的，习惯就好了。出门去 Porter 拿网购的生活用品，看到主楼的圣诞树已经亮起来了。我看了一下，英国很多圣诞集市都是11月中旬就开始了。我大概每个月会有2到3次网购生活用品。这个冬令时真的摧毁了我的生物钟。有的时候我感觉天黑了很久了，感觉夜已深，一看时间才6点半。拿快递回宿舍路上黑暗中前行，但好在大疆的夜景拍摄依旧是很清晰的。晚上出门去吃 FOMO 了，剑桥的圣诞主题 FOMO 11月就开始爆满抢不到，所以这次是受朋友邀请的，是他们学院的 FOMO。本来是做了很好的发型，但今天晚上一路上这个风吹得我发型乱七八糟的。他们的圣诞 FOMO 真的很有仪式感，一桌的人用圣诞礼炮连成一排，大家一起倒数。每个人的礼炮里面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礼物和圣诞小印，这种盛大节日的氛围感真的拉满。今天我旁边坐的是一个超级异的女生，全天把大家的聊天欲望都调动起来，又认识了几个新朋友。今年年初给自己制定的 I 人交友计划，没有想到来英国之后超额完成了，真不错。英国菜真是一如既往难吃，尤其这个圣诞期间，所有学员都统一供应的这个小猪盖贝，这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味道。还有这个甜点，已经不是难吃的程度，是黑暗，有一股浓烈的感冒药味。我很难评价。回家之后把囤积了快1周的衣服洗一下。洗衣服的费用我这次选的是2.5磅的这个档位，然后这边没有晒衣服的阳台，所以必须要烘干，烘干价格在1磅，所以一共是3.5磅。但好在这边洗衣粉是免费的。OK， 那么今天就这样过去了，确实花销是不少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自己吐槽一下，感觉好像这个性价比有点低，但是呢，我也会安慰自己啊，就是其实有些人生体验它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所以，如果能够把每天都过好的话，我觉得就值回票价了，对吧？那就希望我们都能够过好每一天，把人生的票价每天都值回本，好吗？祝你祝我。